4月底有好多公司出财报，一时之间看不完该怎么办呢？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这集影片我整理了微软、Google、Meta、Intel 跟特斯拉这5间科技巨头公司的财报重点，让你一次了解5间公司的现况。同时，我也会为这5间公司打分数，让你对这5间企业的财报有更具体的理解。那如果你只想要看其中1、2间公司，你也可以直接到下面的资讯栏去点击时间戳，直接找到你想要看的公司就可以了，不需要把整个影片都看完。OK， 老样子，今天的影片呢绝对会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记得先按个赞，再继续看下去哦。OK，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微软，代号 MSFT。微软最新一季的营收呢来到了618亿美元，比去年的528亿美元增加了90亿左右哦，大概是成长了17%。毛利呢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8%，来到了433亿美元。而且你看哦，它的营收毛利成长了78%，营业费用的成长呢却只有10%。那这就表示微软控制开销的能力呢其实是蛮好的，而这也让它的营业利润大幅的成长了23%，来到了275亿美元。净利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0%，来到219亿。EPS 也成长20%，那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哦，就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张图呢是微软在过去8年的财报的走势。其实微软在最近这8年啊，基本上是1年比1年还要好的，不管是营收、毛利、营业利润、净利，几乎是每一项都有在成长的。那要像这样子1年1年去推升财报，那当然最根本的就是营收要成长嘛。营收如果没有成长，那它的毛利、营业利润、净利都不太可能会持续的堆高，所以说营收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微软的营收到底有哪一些项目，它主要是靠什么在赚钱的。好，从这张图呢，你就可以看到微软的营收呢，主要可以分成3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生产力与营运流程，第二个是智慧云端，第3个是个人电脑。其中呢，最赚钱的是智慧云端的部分。智慧云端这一季的营收是26708，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1%。第二高的是生产力与营运流程的部分，营收是19570，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2%。收入最少的呢，则是个人电脑的这个部分哦，营收是15580，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7%。那智慧云端呢，不只是3个里面营收最高的，它还是同比成长最多的。可见啊，微软目前主要就是在靠 AI 智慧云端这一块在赚钱。那至于现金流的部分呢，因为微软很赚钱嘛，营运状况很好，所以它的 Net Cash from Operations 营业现金流也非常的不错，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1%，来到了31917。那这个单位是100万美元哦，不要记错了。然后呢，扣掉资本支出10952，它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就是20965，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8%。所以基本上呢，不管是在获利能力还是现金流方面，其实微软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的。那针对这样子的表现呢，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个人会给微软95分啦，因为它的财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至于剩下的那5分呢，我就留给微软当做它未来的成长空间。哦，对了，如果你想要像我这样子学着去看财报，学着去找到好公司的话呢，我特别额外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这个影片会教你怎么样去抓住财报的一些重点，并且找到体质优秀的好公司。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面资讯栏的连结去索取这个免费的影片哦。OK， 再来是 Google， 美股代号 GOOG。Google 这一季的营收呢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来到了80539。营业利润呢也成长了7个百分点哦，从25%成长到32%，金额是来到了25472，然后净利来到了23662，比去年的15051成长了57%左右。那 EPS 也是成长很多，来到了 1.89。整体而言呢，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蛮不错的。那同样的，公司要这样子能够持续的赚钱呢，当然还是要仰赖营收的持续增加嘛。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Google 营收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最赚钱哦。从这张表呢，你就可以看到 Google 最赚钱的依然是广告部门哦，尤其是 Google 搜寻引擎广告这个部分，光是搜寻引擎广告收入呢，就占了总营收的1半以上。Google 这一季的总营收是80539，那搜寻引擎就占了46156，可见搜寻引擎还是 Google 目前最重要的业务。那 Google 目前整体的服务性质的收入呢是70398，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概13.6%左右。那 Google 云端的收入呢是9574，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4%。
4%。至于 Other Bets 呢，是成长了71.9%，然后 Hedging Gains 是减少了14.3%。不过因为这2项的金额都蛮小的，所以不太重要。比较重要的还是刚刚说的服务类跟云端的这2个部分。另外啊，从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到哦，对利润最有贡献的呢，就是 Google 服务类的业务。Google Service 为本季的营业利润呢贡献了27897，再来才是 Google Cloud。Google Cloud 贡献了900，单位是100万美元哦。虽然说呢，目前 Google 主要还是靠这个 Google Service 在赚钱，它不像微软已经在靠这个云端 AI 在赚钱了。不过你也可以看到 Google Cloud 的这个部分呢，是成长非常非常快速的。虽然 Google Cloud 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的金额，实际的这个金额远没有 Google Service 来的高，不过呢 Google Cloud 的成长远比 Google Service 来的高。Google 服务类的业务啊，对于营业利润的贡献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哦，但是云端的成长呢却高达371%。如果照这个速度持续成长的话呢， Google Cloud 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跟广告一样赚钱了。不过当然啦，这是最理想的推测，一切的不确定性都还很高，所以针对 Google 这样子的表现呢，我会给它90分。虽然说财报表现真的很好，不过云端收入的部分呢，是否真的会这么顺利的成长，变数还是很高，所以呢，我给它比微软稍微低一点点的分数。接着我们来看看 Meta 的财报，脸书这一季的营收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啦。去年第一季是28645，今年是36455，年成长了27%。不过呢，虽然营收成长这么多啊，但是成本费用没有跟着成长这么多，成本跟费用呢只成长了6%，所以营业利润成长的幅度呢就更高了。营业利润去年的第一季是7227，今年是13818，成长了91%。那这个成长幅度呢也是非常非常棒的。至于净利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啦。脸书这一季的净利呢，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17%哦，从5709成长到12369。EPS 呢，去年同期也只有2.2，然后今年第一季就大幅成长了114%，来到了4.71，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表现。那 Facebook 跟 Google 其实很像，他们都是靠广告在赚钱的。Facebook 的广告收入呢，去年第一季是28101，今年是35635，成长了26.8%左右哦。这一季脸书在 App 上面的收入总共是36015，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了27%左右哦。再来就是虚拟实境的部分啦，这个 Reality Lab 就是虚拟实境。脸书在虚拟实境上面的收入呢，一直都不是很高，这一季只有440而已。那这个虚拟实境啊，也是脸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啦。从下面这个表格呢，你就可以知道哦，虚拟实境对它的营业利润是完全没有贡献的。你看哦，它根本就是负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拖油瓶，拉低了公司整体的获利。那也就是说呢，脸书做这个虚拟实境啊，根本就是在烧钱在做啦。虽然从财报来看 ，Facebook 在各方面的数据都表现得很不错，营收、毛利、净利、EPS 各方面都成长得蛮多的。不过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啊，脸书居然表明未来会进一步去扩大他们的虚拟实境的生态系统的投资，全年营运损失将会大幅增加。用白话文来说呢，就意思就是这个虚拟实境拖油瓶啊，以后只会把 Meta 获利拉得更低而已。那这当然就不是一件好事啦，所以我只会给脸书80分而已。未来脸书如果还是执着在这个虚拟实境上面的话呢，我就会斟酌扣一点点分。接下来是 Intel 代号 INTC， 老实说我很久没有看 Intel 的财报了啦，今天一看吓了一大跳。虽然 Intel 的营收呢比去年同期成长了9%，然后毛利也上升了6.8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研发跟行政费用这个部分居高不下，所以营业利润呢是呈现负数的。那这其实就表示 Intel 在经营上面，在本业上面，它根本就是不赚钱的，最后的整体的净利跟 EPS 也才会都是负数。老实说，我印象中 Intel 确实早就开始在衰退了，但是我没有想到 Intel 衰退这么的多。这一季的财报真的是令我太震惊了，所以我就好奇的去看了一下 Intel 过去几年的表现哦，我才发现原来 Intel 在2021年达到顶峰之后呢，它的营收、毛利各个项目基本上都是在下滑的。那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去投资这种在退步的公司啦，所以我只给它50分，完全不及格。那这边我们先稍微暂停一下，我想先感谢今天的干爹 Rockflow。Rockflow 是一家持牌的美股港股券商，它的总部是设立在新加坡。Rockflow 最近推出了一个很棒的功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叫做好买理财。
假设你想要用比当前更低的价格去买入某一只股票的话呢，你就可以使用 Rockflow 的这个好买功能。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卖出卖权，你可以设定一个自己心里面预期想要买的目标价格跟到期日。如果在到期日之前价格有跌到你预设的价格，那么你就会成交。举个例子假设现在 NVIDIA 是879块，但是呢你想要用800块的价格去买入10股，那么你就可以在 Rockflow 里面买入 NVIDIA 的好买产品。只要在这边选择日期，然后在这边输入800块，如果到期日股价有低于800块呢，那么你就可以用800块来买入10股的 NVIDIA， 等于是省了79乘以10股等于790块美金。那假设到期日股价都没有低于800块的话呢，那么就不会成交。不过你还可以领到一笔的现金奖励。这个现金奖励事实上呢，它就是你卖出期权所获得的权利金，是由买方来支付的。不过当然啦，任何投资都有它的风险，就算是连好买这么好用的功能呢，它也有风险。那好买最大的风险就是股价下跌的风险。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假设你用800块去买入 NVIDIA 10股，但是后来呢股价跌到750块，那么你就会亏损。但是仔细想一想啊，用800块买入还是比用879块买入来得更好，对吧？那有兴趣的朋友呢，都欢迎使用我的推荐码去注册 Rockflow， 使用这个好买的功能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这个好买功能还蛮好用的，但是呢还是要先评估好自身能够接受的风险再去做投资。好，我们回到正题最后一家公司就是特斯拉了。之前在这一集我就有详细讲解过特斯拉这一季的财报了。那如果你想要听更细节的内容的话呢，欢迎你去听听这一集。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只想要听浓缩精华版本的话，那看这一集也 OK。首先呢，特斯拉的汽车产量跟交付量都是比前面4个季度都来得少的，而且呢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许多去年同期的汽车产量呢是440,808，今年第一季的产量却只有433,371，下降了2%左右。那去年同期的汽车交付量呢是422,875，然后今年是386,810，下降了大概是9%。那因为产量交付量都下降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一季特斯拉的营收当然也就下降了。特斯拉光是汽车部分的营收啊，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2023年的第一季呢是19963，那这一季呢却只有17378。不过特斯拉虽然汽车收入减少很多，但是在能源跟服务这2块的收入呢反而是有增加的。能源收入比去年同期上升了7%，服务收入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5%。不过呢这2项收入的占比啊都太少了，你看它的金额都蛮小的嘛，所以呢即便成长率看起来蛮高的，但是整体还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来到了213亿美元那毛利跟毛利率也是不意外的下降了啦，毛利只剩下369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毛利率呢也只剩下17.4%。再来啊，因为营运费用的增加，导致特斯拉的营运利润只剩下5.5%。综合上面这些因素啊，所以最后特斯拉的净利呢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5%，只剩下1129。那这个真的是下降非常的多连 EPS 也只剩下0.34，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差的一个数据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长条图里面有蓝色跟红色2条线，蓝色是营运现金流，红色是自由现金流。因为营运状况不是很好的关系啊，因此蓝色的这一条营运现金流明显比前面2年都还要低。那这基本上是自2021年以来啊，特斯拉营运现金流表现最差的一次。然后红色的自由现金流呢，也是这几年难得一见的负数啊。那你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往下面涨的。自由现金流会是负的呢，主要是受到库存量的影响啦。由于这一季的汽车交付量远低于生产量，导致库存过多，因此呢自由现金流才会呈现是负数。所以综合以上来看呢，基本上特斯拉的财报是烂到家了啦。但是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呢，马斯克却带来了2个很不错的好消息。那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新一款的平价车将会提前推出特斯拉的这款新的平价车呢，原本预计是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推出，但是现在呢可能会提前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就推出了，而且呢预计每1年都会有300万辆的产能。那第二个好消
消息呢，就是马斯克说下一季的汽车库存不会那么多，因此下一季的自由现金流呢，预计将会翻正。所以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啊，我个人会给特斯拉60分啦。在财报方面当然是完全不及格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法说会有2个蛮值得期待的好消息，所以我就给他勉强及格分数啦。那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而且也觉得很有收获的话呢，那就先帮我按个赞，然后在下面留言很有收获。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